你知道世界上最冷和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吗？人们究竟是如何在-70度和50度的地方生活的呢？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世界上最寒冷和最炎热的5个地方。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中，排名第5位的是俄罗斯的雅库茨克，也就是大家印象中的寒冰之城。这座城市建在一大片永不融化的冻土之上，极端最高温仅有38.4度，而极端最低温却可以低至-64.4度，绝对温差超过100度，是一座相当难以生存的城市。难以生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倘若你生活在雅库茨克，那么冬天你呼出一口气就可以看到冰渣，将鱼从河里打捞出来，它就会变得和石头一样硬。汽车在这里还没行驶一段时间，轮胎就会皲裂，就连钢铁都会变得像冰一样容易折断。更了不起的是，只要你将动物尸体埋在活动土层以下，那么这些尸体将永久不会腐烂。可以说，假如你在那里挖出一头几万年前的猛犸象，那么它也应当还保留着最初死去的模样。比雅库茨克更寒冷的是格陵兰岛，这里的沿海地区夏天温度还能达到0度以上，至于内陆地区则是终年都处于冰冻之中。由于那里属于阴冷的极地气候，饱受极地东风和北冰洋寒流的摧残，所以那里的最低温度甚至能够达到-70度以下，被人们誉作除了南极洲之外地球上的第2寒极。当然，由于格陵兰岛很大，沿海地区温度也没有中部地区那么寒冷，所以在这份榜单中它只能排在第4位。在这份榜单中排名第3位的是位于东西伯利亚的奥伊米亚康，这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永久居住地之一，一共只居住了500名牧民，甚至都无法称之为一座小镇，只能算是一座小小的聚集地。而由于这个聚集地的位置在雅库茨克东方800公里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自然也比雅库茨克更加寒冷。据人们1933年在那里的测试显示，那里的最低温可以达到-71.2度，以至于这片聚集地几乎终年都被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笼罩着。那里之所以会如此寒冷，主要是地处内陆，远离海洋水体，而且纬度极高，获得的太阳光照非常少。据说每年冬天的时候，即使天气晴朗，奥伊米亚康的人们每天也只能够晒3个多小时的太阳。不过居住在那里也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非常长寿。据说那里的人们平均寿命都能达到108岁，这大概得益于该地区的纯净空气和健康饮食。在世界最寒冷榜单中排名第2位的是位于南极洲东部的阿拉什高地。我们都知道南极的平均温度要比北极要低得多，所以这份榜单的前2位都隶属于南极。阿拉什高地还好一些，好歹平均温度仅有-73.2摄氏度，还能够开展科研工作。而排名第1的南极东方站就不一样了，那里甚至几度因为气温过低而被迫搁置科研项目。虽然南极东方站的海拔只有3400米，可是那里空气中含氧量极低，与其他大陆5600米海拔处的空气含氧量相仿。也正因如此，没有装备的人们在那里存活的时间要以分钟计。除了含氧量低之外，那里对人更致命的威胁是超低温。要知道，人的皮肤裸露在-20度的空气中就会被冻伤，而南极东方站的极端最低温度是-89.2摄氏度。倘若你骤然出现在那里，短短数分钟就会在冰雪中化作一座冰雕。了解完了世界上最寒冷的5个地方，咱们再来看看世界上最炎热的5个地方，按温度从低到高。这份榜单上的名字依次是撒哈拉沙漠、伊朗卢特沙漠、火焰山、死亡谷以及达洛尔。撒哈拉沙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，总面积高达940万平方公里，能装得下整个美国。只不过美国倘若真的搬到那里，那恐怕除了边缘地带之外，大多数人都难以存活。毕竟那里的昼夜温差很大，白天温度普遍在50至60摄氏度左右，而晚上的时候温度又会降到0下。更离谱的是，由于那里的沙子可以吸收大量热量，所以白天的时候沙子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至80摄氏度。你在那里的沙子上丢个生鸡蛋，很快就会被煎熟。与撒哈拉沙漠相比，伊朗卢特沙漠虽然面积没有那么大，温度上却还不逊色。作为全球第25大荒漠的伊朗卢特沙漠，最高温度可以达到70.7摄氏度，
毫无疑问是真正的生命禁区。这里的温度之所以能够超过撒哈拉，主要是因为其表面覆盖了大量的黑色火山熔岩，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热量。当然，这里与撒哈拉沙漠都有这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降雨少得可怜。卢特沙漠更是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。世界上第3炎热的地方位于中国，准确来说位于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火焰山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你是不是很容易就想起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？事实上，这两者之间还真的有一定的联系，毕竟由于大量的煤矿自燃，这个地方在过去真的燃烧了上百年，直到20世纪初，我国才将其扑灭。由于该地区的温度经常能达到60摄氏度以上，所以火焰山在这份榜单上名列第3。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了。由于这个地方的最高气温可以抵达93.9摄氏度，所以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人类禁区。除了上世纪美国掀起淘金热后，淘金队不可避免的要途经那里之外，很少有人会到那个地方去。可即便如此，你依旧能够在死亡谷中看到皑皑白骨，着实让人觉得恐怖。最后，位列这份榜单首位的是埃塞俄比亚的达洛尔，那里位于海平面以下116米，是全球一年四季最热的地方。虽然其平均温度仅能达到41摄氏度左右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那里的热并不是间歇性的，而是终年都维持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中。也正因如此，在2005年后，埃塞俄比亚统计人口的时候都不算那里了，恐怕那里如今已经沦为了一座空城，这不禁引得我们不胜唏嘘。有关世界上最冷的5个地方和最热的5个地方的阐述至此告一段落，可能大家心里有不同的意见，评论区里但说无妨，欢迎大家来积极讨论。